完电影，小伙伴们大家好，我是看完电影就爱逼逼的玄酱。这就是醉拳呐，应该是吧？蛮好的嘛，是啊，很好，不怎么厉害嘛。是啊，不怎么样。这你们懂什么呀？1978年，成龙以《蛇形刁手》一举成名，紧接着又以《醉拳》迅速走红。这两部经典的转型之作，不仅让成龙摆脱了李小龙的阴影，也让众影迷从成龙的身上领略到了功夫喜剧所独有的魅力。在这两部转型电影中，《醉拳》是最具有创新开创性质以及划时代意义的。在此前的众多功夫电影中，电影人痴迷于展现那些硬桥硬马的真功夫，支撑功夫电影主题的更多是一段精彩的打戏，或者是一件逆天的兵器，文戏很少会被电影人所重视，所以在角色塑造方面也缺乏鲜明的个性，他们几乎都是为了复仇或者被复仇而千篇一律的存在，时间久了嘛，不免会让观众产生一些审美疲劳。鹤先退，而醉拳则在展现真功夫的同时，还融入了大量有趣的文戏。袁和平将功夫片中常见的拜师学艺，最终打败反派大 boss 的传统套路故事，讲的那叫一个趣味盎然。动作设计加入了大量的戏班杂耍等等创新元素，比以往严肃刻板的功夫片更具娱乐看点。哎，等等，师傅，不行了，为什么？我跟你学啊！现在叫我行不行啊？现在叫个屁呀！成龙饰演的少年黄飞鸿也大胆地突破了以往固有的严肃古板形象，变成了一个会调戏妹子、敢吃霸王餐。收我腿一只！练功变着花样的偷懒，与师傅耍宝斗智斗勇，甚至打不过就耍赖钻墙洞的纨绔子弟。来呀！丢了宗师风范，但是这种更加真实饱满的角色形象也瞬间博得了观众的喜爱，也为成龙日后将功夫喜剧推向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这招叫扫把不送情郎。扭，这招就扭屁股，老娘坐马桶。15年后的1994年，嘉禾为了帮香港武士工会筹款，拍摄了《醉拳2》。本片集结到了当时来说非常豪华的主创阵容，导演刘家良，配乐胡伟立，主演成龙、梅艳芳、狄龙、黄日华，还有一众金牌配角。就连贵为4大天王之一的刘德华以及一众影坛大咖也纷纷前来友情客串。怎么这样说我呀？谁要是说了谁烂嘴，那你一定烂。好好的，你发什么誓嘛？在徐克、程晓东威亚武侠片盛行的年代，刘家良和成龙决心拍一部写实的功夫片，来证明一下硬桥硬马真功夫的魅力，并不亚于飞天遁地的武侠片。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，两人对武打场面的要求也是极为苛刻，所以才有了这样一部传统功夫与现代武打相融合的集大成之作。在很多武侠动作片中，因为演员不具备良好的武打功底，所以经常依靠快速剪辑、镜头画面的频繁切换来支撑一场精彩华丽的武打场面。而本片很多高难度的动作都是一气呵成，武打镜头的剪辑转化恰到好处，显得更加真实连贯。而那些见招拆招、生动流畅的攻防转换的对打场面，也展现了刘家良一直所倡导的硬桥硬马真功夫的魅力。什么？你说我的醉拳打不死人，那我得再领教一下。你没时间了。什么没时间？我年轻力壮，有的是时间。这火车要开了，开就开吧，谁爱开谁开。全片一共有8场打戏，每一场都是可圈可点，但是最值得回味的有3场。影片第一个打戏高潮是黄飞鸿在街头单挑一群小喽啰，对方武功倒是一般，但却人多势众。在对垒处于下风时，黄飞鸿喝酒壮士，亮出了绝活醉拳。
这场打戏对醉拳的展示也是非常的有逻辑啊。起初黄飞鸿边大口的灌着黄汤，边闪展腾挪躲避对手，随后借着酒劲分别使出了标准的醉拳8式。借着酒劲越来越打头，黄飞鸿的击打力度也是越来越大，以组合技连番上阵。但是黄飞鸿这时的状态啊，还是处于形醉意不醉。韩湘子，千万吉凶最吹笑。到了末段，酒劲彻底上头，此时的黄飞鸿进入了形醉意也醉的状态，在酒精的作用下，打得越来越来劲，甚至开始各种极限自创招数，打的那叫一个酣畅淋漓。这招叫什么？仙姑尿尿。哎，玄奘编不下去了，这其实就是黄飞鸿发酒疯嘛。好喝酒，喝遍喜这段打戏最后其实就是龙叔想要告诫观众，饮酒需适量，就算你是高手，高手，最后还是得要喝趴下。哎，黄师傅，喝完了就不带回去。我这帮你酒，还站着干什么？不过前半段成龙也确实展现出了醉拳形意相通的精髓之所在。三彩河单提敬酒来要破。后半段发酒疯时看似是即兴发挥的招数，其实也是经过刘家良和成龙精心设计的，甚至还请来了袁和平来帮忙大招。可是打醉拳一定要喝酒，喝多了就会醉，别说打人，站都站不稳。他出事就是这个原因。那少喝点也不行，要喝得刚刚好，酒精才能发挥兴奋和麻醉的作用。打人力气大，被人打也不知道痛，所以醉拳就让人产生一种威猛的错觉。喝酒的人都知道，酒是越喝越多，为了打醉拳变成酒鬼。而黄飞鸿与伏明奇在酒楼以寡敌众一幕，乱战之中不失章法，借助各种情景道具抵挡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凶猛攻势，可谓是精彩又刺激。刘家良刚猛霸道气势十足的武指特点，在这场打戏中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相比那些武侠片中抬手就能轰倒一片敌人的场面，显得更加真实，也是更加的有代入感哦。而结尾的压轴打戏再次体现了成家班在惊险特技上的创造力。醉拳，不过如此嘛。在一连串长镜头的展现下，卢慧光的一字马腿功，成龙抖机灵般的频频利用时间差和空间差，争取了反击的机会，利用双火棍让对手引火上身，在火炉里的死里逃生，以及喝下工业酒精后使出的霸道无比的醉拳等等，无一不让观众过作眼瘾。尽管这场打戏只有20分钟，但是陈家班在片场反复琢磨，反复折腾了1个月的时间才拍完哦。用心设计的武打场面，配上成龙举手投足间随处可见的喜剧细胞，各种可供巧妙使用的杂耍道具，以及刺激观众肾上腺素飙升的玩命场面，最终才成就了这部极富观赏性的经典功夫片。本片在主题方面虽不免受到徐克版黄飞鸿的影响，故事情节走的还是大侠为国为民而战的线路，但是《醉拳2》还是再一次的颠覆了传统黄飞鸿的形象。本片的黄飞鸿啊，延续了《醉拳》中黄飞鸿的角色设定，还是那个插科打诨的纨绔子弟。不过也正是这种颠覆，让观众再一次记住了这个另类的黄飞鸿。真的是你吧？你怎么
么又打架？打架？人呢？本片剧情虽然谈不上太多深度，但是故事发展较为流畅，精彩打戏与文戏的穿插也并不显得突兀。片中一众角色也是那叫一个各具特点。总的来说，《醉拳2》称得上是一部划时代的功夫片，它既保留了70年代传统功夫片见招拆招的精髓，又完美的融合了现代武打戏中观众喜欢的武打节奏和速度，同时对醉拳的理念也诠释得非常到位。这样的功夫片也注定了和精武英雄一样难以再被超越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吧。如果小伙伴们发现形象说漏了什么，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补充哦。关注、点赞、转发来一波，先这样打卡下班喽，咻咻咻！